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大军迷的忠实战友迷彩虎。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，除了要发展自身实力，还要善于把握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。说到抓机遇，我们在南海的行动可以当做一部教科书了。本期节目，虎哥就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利用有利时机下海打头。说到南海，自古以来4个字总是绕不过去的。上世纪50年代以前，各国对于南海主权的归属都没有争议。不过随后跳出来个南越，先是发声明，后来就开始派船派人入侵了。只不过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点复杂，给了南越在南海地区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的机会。美国人正在越南越陷越深，中美苏3大国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小小的中南半岛上。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于南越的侵略行为视而不见。事实上，我们在等一个机会教训南越，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。1973年，美国决定从越南脱身，仓皇撤退之前，将大批舰艇移交给了南越。这笔天降横财让南越海军一夜之间鸟枪换炮。此时南越国内人心惶惶，急于通过对外挑事转移视线。南越人很配合地把主意打到了我们身上。美国人走了之后，南海地区成了权力真空地带，苏联人一时半会儿也无暇顾及南海地区，勋章帝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。这时候教训南越再好不过了。还有一点，虎哥要向大家说明，由于越南当时还未统一，中国和北越关系很好，打击腐朽的南越伪政权的侵略行为在道义上站得住脚。如果等越南完全统一再去收复这些被侵占的岛礁，就有点那啥了。1974年1月中旬开始，我军舰艇和南越军舰在西沙海域对峙，舰艇数量对比为4比4。不过越南人都是大舰，我们全是小舰，4艘的排水量还赶不上人1艘。19日早上，南越人在广金岛抢滩登陆，结果被我守岛军民一顿痛击，赶到海里喂鱼去了。眼看抢岛不成，越南人妄图凭借坚船利炮攻击我海军舰艇。我方坚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原则，坚决不开第一枪。不过南越比较猴急，首先开火，我方立即还击。这场海战以我方完胜而告终。战斗中，人民海军发挥我方舰艇机动灵活的特点，利用南越军舰的射击死角抵近射击，用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压制了越南人的舰炮火力。战斗英雄李如意在战斗中一口气连续装填了180发炮弹，超过了平时训练的最高纪录，双手磨烂了都不知道。打到最激烈的时候，我们连手榴弹都用上了，贴着船舷就往南越人的头上扔。据说还有一牛人，二话不说扛起火箭筒就是一发。南越哪里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，直接就懵了。此战南越军舰被击沉1艘，击伤3艘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通过此战，西沙群岛全部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中越之间的兄弟情谊在7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。到了1988年，苏联人又给了我们一个抱揍第3军事强国的机会。1979年开始，苏联人就开始派军舰常驻越南金兰湾。越南利用这个时机上蹿下跳，在南海又是抢岛礁，又是打油井。中美当时走到了一起，甚至一度是准盟友关系。到了1988年，国际局势已逐渐明朗，苏联在全球被迫收缩，撤走了在金兰湾的军舰。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，憋着一肚子坏水，想要搞垮苏联。越南人又一次失去了爸爸，不是我们欺负小朋友，只是小朋友不听话，偶尔要打打屁股。此时不打，更待何时？不过最先坐不住的，竟然是脑子发热的越南人。当我国按照联合国的决议在南沙永暑礁建立74号观测站的时候，越南人屡次派舰船骚扰。1988年3月14日，越南人派人抢占正在建设中的74号观测站，被我方击退。随后越南人又把目标转向了赤瓜礁，并开枪击伤了我方人员，我方被迫自卫还击。中国海军在战斗过程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素养，以轻伤1人的代价击沉了越南2艘舰艇，重创1艘。海战的胜利为我们在南沙群岛夺下了第1个立足点。节目的最后，虎哥想用当年南沙海战总指挥陈伟文将军的一封信来结束这期节目。亲爱的战友们，你们辛苦了！
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，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，今天你们毅然登上了浩瀚南海中的高脚屋，镇守祖国南疆，创造了我军历史上的奇迹。你们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，你们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心脏。你们的斗争并不孤立，身边有同你们同舟共济的战友，身后有坚强的10亿人民。你们喝凉水啃干粮，生活很艰苦，可是你们向祖国人民献出了5颗赤诚的心。祖国感谢你们，人民感谢你们。你们那种苦了我一个，欢乐10亿人的崇高品格，将鼓舞着广大战友和全国人民去为祖国的4化建设而努力拼搏奋斗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，请点击我的头像免费订阅迷彩虎讲堂头条号。原创虽不易，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，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